侯夫人一口气买了10个刘种娘子，只为给即将上战场的小侯爷留个后。我拼死生下孩子，却只能以乳娘的名义换他小公子。等到谢岩带着新夫人凯旋，新夫人嫌我碍眼，于是我病故在了那个冬天。4年光阴，我已另嫁，有了个捧在手心的女儿。闹市重逢，谢岩震惊，我尚在人世。苏姨娘，你竟没死！我护住女儿，退后半步。我与将军素不相识，您当街兰良家妇，是何道理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说谎，你就是苏姨娘。谢岩目眦欲裂，攥得我手腕生疼。我倒抽冷气，被迫抬头。4年光阴，他眉宇间已刻上风霜痕迹，可眼底的暴戾丝毫未减。娘亲！小珍珠拽着我衣角，哇地一声哭出来。我用力挣脱谢岩的手，将女儿抱起，转身欲走。谢岩的大掌桎梏住我的肩，吼声如雷：你还想跑？我太熟悉他这股蛮力，肩骨传来碎裂般的痛，我眼前一阵发黑。僵持不下之际，一道凌厉的鞭风骤然响起，啪！火红的长鞭卷着风，狠狠抽在谢岩的手臂上。他吃痛松手，我立刻抱着女儿连退数步。马背上的女子一身火红旗装，衬得人肤白貌美，眉眼凌厉，正是谢岩的妻子江西梅。你个杀千刀的玩意儿，老娘还没死呢，当街就敢跟骚蹄子拉拉扯扯。江西梅扬起鞭子就要抽下来，老娘今天就抽死你们这对狗男女。他的话在看清我面容的瞬间戛然而止。谢岩趁机抓住鞭尾，用力一扯，将他从马背上硬生生拽了下来。眼看二人就要打起来，我趁乱抱着女儿转身挤进了身后的人潮，消失在街角。哄睡女儿后，我独自躺在榻上。温庭鹤在吏部当值，素来晚归。半梦半醒间，一只温热的大掌附上我的腰，轻车熟路地探入我的小衣，指尖在腰窝不轻不重一掐，我浑身一颤。只听温庭鹤低沉的声音：想必谢将军就是你口中那位早死的夫君。我霎时哑然，今日之事闹得大，竟已传到了温庭鹤耳朵里。当初我从侯府逃出，九死一生，为了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麻烦，我告诉温庭鹤，我的夫君早已病故，我是个寡妇。见我久不作声，他忽然将我整个人翻了过来，被迫面朝着他。帐幔落下，昏暗中他的眸色深不见底，像是藏着一片汹涌的海。姨娘，你骗了我好久。温庭鹤声音里糅杂着醋意与狠厉，说该如何罚你。我被他看得心慌，却偏要嘴硬，唇角弯起一个极浅的弧度，气息不稳地挑衅：温大人是想将我送官查办，还是就地正法？送官查办。他听了低笑一声，我可舍不得，只好将夫人就地正法。世人皆知吏部侍郎温庭鹤风光霁月，是克己复礼的谦谦君子，却无人知晓君子动了情也有如此疾风暴雨的一面。今夜我是他的犯人，被迫承受着欢愉，一次又一次的沉沦，直到天明。晨光微熹，温庭鹤慢条斯理地起身，准备上朝。他替我掖了掖被角：时辰尚早，你再睡会儿。我含糊地应了一声，翻了个身，将脸埋进柔软的枕头里。意识混沌间，我坠入一场旧梦，梦见我刚被卖到永安侯府的那年，和我一同被买进侯府的还有9个同样年轻的姑娘。只因小侯爷谢岩要上战场，老侯夫人便想出了这个为谢家留后的法子。谢岩天生暴躁，力大无穷，下手不知轻重。我至今都记得第一个被送去侍寝的姑娘，她哭嚎着被人从内院抬了出来，一条手臂软软的垂着，竟是被生生折断了。房事未成，谢岩砸了半个院子，吼着要将我们都发卖出去。姑娘们害怕的牙齿打颤，发卖出去也比死在这强，可被卖出去又能有什么好下场？还不如死在这里。后来不知是谁给老侯夫人出了个主意，让小侯爷先挑个顺眼的培养感情，兴许能顺利些。满屋颤抖的女子里，
只有我心如死灰，面无表情。入府前3天，我那畜生爹偷走了我娘的棺材本，我从肉铺抢了刀，追着他砍过3条街，人人都说我疯了。后来我主动找到人牙子，把自己卖了，换来的钱给我娘买了口棺材，让她入土为安。耳边是姑娘们压抑的啜泣声，一道极具压迫感的视线扫了过来，停在了我身上。我听见谢岩极不耐烦的声音：“就他了。”那晚，谢岩大马金刀地坐在床边，我们相视无言，谁也没有动作。良久，他烦躁地摆了摆手，让我出去。老侯夫人就等在门外，她见我衣衫整齐，眼神瞬间变得怨毒，抬手就是一记耳光。没用的东西！她绕过我，疾步走进内室，抱着谢岩，哭天抢地：“我的儿啊，要不是你非要上那个刀剑不长眼的战场，为娘的会给你找刘种娘子吗？娘让娘有个念想啊！”为了安抚老侯夫人，谢岩不得不和我培养感情。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为我描眉，上好的骡子带被他轻轻一捏，断成了2截。他攥着断掉的眉笔，又要发火。我急忙温声道：“做个铁的就好了。”他愣住，像是第一次有人这么温柔地同他说话。下午，他真拿来一支铁制的眉笔，笨拙地为我描眉。望着铜镜里2条又黑又粗的眉毛，我们都没忍住，扑哧一声笑了。我与谢岩之间的氛围松快了许多，后面的事便水到渠成。他横冲直撞，全无章法，只凭一股蛮力。我忍着痛，在他耳边喘息：“你要轻一点。”我喊疼，你就要停。小侯爷弄伤了我，可就没人能给你留后了。他黢黑的脸红得像要滴血，只胡乱地点头。那些夜里，我感觉自己不像个人，更像一块被反复揉搓、即将散架的破布。他学着尽量温柔，动作极致轻柔，生怕将我弄碎。我稍稍蹙眉，他便会猛地停下，紧张地看着我。出征前的那一晚，谢岩抱着我，郑重地许下诺言：“尹娘，待我归来，无论有无身孕，我必娶你为妻。”谢岩的许诺，我只当是耳旁风。他身份尊贵，不知刘种娘子是何境遇。运气好的，但下子嗣后能好吃好喝，做完月子，还能领100两银子，再离开主人家，从此两不相干。运气差些的，孩子落地便发配庄子，只得几两碎银。无论哪种，我都不可能是谢岩的妻。我到底还是怀孕了。10月怀胎，我诞下一男婴。娘亲，懒虫。小珍珠坐在床边，用拨浪鼓敲着我的被子。我笑着将她搂进怀里，正要起身，门外嬷嬷通传说有人来找，想来应是前几日说好的城南布庄送了新样子来让我挑。我让张嬷嬷将人请到前厅稍坐，自己则洗漱完毕，换了申素净的衣裳。待我走到前厅，却愣住了。谢岩一身玄衣，气宇轩昂地站在前厅正中央。战场历练加上几年朝野为官，让他看着比从前沉稳了些。他开门见山：“尹娘，你既然没死，就跟我回将军府。”我后退一步，浑身冰冷。他喉结滚动一下，语气放软：“我给你贵妾的名分，角儿也归你养。乖，梅儿她答应我会和你和平共处，别闹脾气了。”闹脾气？我轻声重复着这3个字，忽然觉得有些可笑。当初谢岩带着江西梅凯旋归来，听说他们爱得如胶似漆，是在边关城的亲。江西梅是将门独女，脾气暴躁，不输谢岩。她第一次知道我和角儿的存在时，在院子里哭闹了一整日，砸了满地的东西。江西梅尖叫，往院外扔出了一件搅烂的破布。我认出那是我为谢岩缝制的中衣。她崩溃大骂：“怪不得你那么珍惜这件衣服，原来是那小贱人缝的，料子都与那野种的衣裳一样。早在军营你就在骗我了。”谢岩，你爱的究竟是谁？谢岩急声辩解：“自然是你。”我抱着咿咿呀呀的角儿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谢岩却突然叫我进去奉茶。江西梅看见我，抬手就将滚烫的茶盏砸在我的额角。
茶水混着鲜血，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流。我跪在地上，不敢动，始终想不明白，明明瞒着他的人是谢岩，为何他要把怒气撒到我身上？换句话说，他才是后来者。我又做错了什么？谢岩拿出一方洁白的帕子，擦了擦江西梅的泪，始终未看我一眼，只对他轻声说：“好了，打也打了，该消气了吧？”那日，我被罚跪在院中的雪地上，一跪便是4个时辰。屋里先是传来江西梅撕心裂肺的哭声，后来哭声渐渐停了，隐约有笑语传出，是谢岩在哄他。我扯了扯嘴角，苦笑一声。对谢岩，我也曾是期盼过的，期盼他能平安，期盼他会遵守诺言，回来给我和孩子一个名分。那份期盼像一簇小小的火苗，直到这个大雪天，彻底熄灭了。后来他从屋里出来，将快要冻僵的我从雪地里拽起，我站立不稳，顺势扶住他的手臂，随即甩开他的手，一步一步踉跄着往回廊走。身后传来一声嗤笑，几年不见，都学会给我甩脸色、闹脾气了。膝盖的刺痛让我每一步都走得极为艰难。他又开口散漫道：“我已同梅儿说好，菊儿明日就交给他抚养。”我身形猛地一晃，如遭雷劈，虽早知这日会来，仍忍不住哀求：“我跟着一起去照顾菊儿，行吗？就当是她的乳娘。”谢岩蹙了蹙眉：“你跟着去做什么？我的孩儿不缺婢女，梅儿是将门独女，能上马杀敌。我的长子需要的是她这样一位能教他建功立业的母亲。”谢岩声音洪亮，响彻院内外，人人可闻。若非看在菊儿是你所出，你以为凭你也配留在侯府？若再多说一句，就给我滚去庄子，这辈子都别想再见他。他又压低声音同我说：“梅儿在战场上替我挡箭，伤了身子，此生再难有孕。他既无亲子，待菊儿必会视如己出。说到底，梅儿脾气还是烈了些，我还是喜欢你的温柔。”我浑身颤抖，恶心想吐，再也说不出一个字。菊儿被带走那天，她哭，我也哭。那日，谢岩奉诏入宫，江西梅命人将我捆了，丢去柴房，命人送来一碗毒酒。我知道他始终是容不下我，可没想到来送毒酒的竟是当初9个留种娘子之中的几人。他们解开我手上的绳子，将一小包沉甸甸的碎银色进我手里。姨娘，快走！当初我怀孕后，他们本要被再次发卖，有些要卖去窑子，有些配给官夫。是我以为腹中孩儿祈福的名义，求老夫人留下他们，给条活路。这份善缘，此刻救了我的命。几个婢女趁着夜色帮我撬开后门，我踉跄着逃出侯府，回头望了一眼侯府的灯火，然后转身没入黑暗，再未回头。过往种种如潮水般退去，心口的痛意却分外清晰。尹娘，谢岩叹了口气，当年是我对不住你。他顿了顿，话锋一转，开始细数自己的辛苦。过去4年，每月初1我都去护国寺为你点一盏长明灯。如今你平安归来，可见佛祖庇佑，往事就此接过。只要你回来，逃奴之罪我既往不咎。既往不咎，我怔了瞬，竟没忍住笑出了声。他竟还不知，我与侯府签的契书写得明明白白，留种娘子若诞下子嗣，可得赏钱，还能恢复自由身。若非为了菊儿，我何须在侯府多留1日？我哪里算得上侯府的逃奴？他皱眉看着我，不解我为何发笑。我敛下所有情绪。将军认错人了，我夫君姓温，是朝廷4品大员，并非将军口中的逃奴。我的疏离点燃了谢岩的怒火，他嗤笑一声，质问道：“温廷鹤，区区吏部侍郎，给我提鞋都不配。我若真想要你，你以为他敢拦？我堂堂威武将军，开口跟他要个女人，他只会拱手相让。温大人恐怕还不知道吧，他明媒正娶的夫人，曾是我侯府的一个下人。”我神色未变，我的过去，我夫君早已知晓，他从未嫌弃，不劳将军费心。谢岩一噎，换上一种痛心疾首的语气：“
苏姨娘，你当真铁石心肠？你忘了角儿吗？你这个做娘的，当真忍心一辈子不见他？我放在身侧的手死死攥紧。梅儿那边我已经说通了，他说了，只要你安分，他不会为难你。他的耐心终于告罄，眼中戾气毕现。苏姨娘，你若不肯自己走，休怪我动手，将你绑回将军府。好大的威风！我终于抬起头，直视着他。这里是京城，天子脚下。难道将军以为凭借赫赫军功，便可以无视王法，强抢有夫之妇吗？话音刚落，厅外就传来一个略带戏谑的声音：哟，温卿家里好热闹，原是谢将军在此抖威风。慎王摇着折扇，悠悠地走了进来。我这才回神，记起温庭鹤出门前交代过，慎王殿下今日会来府中取字画。我连忙屈膝行礼。谢言脸色一白，也只能收敛了满身戾气，躬身抱拳：臣参见王爷。慎王是陛下一母同胞的亲弟弟，也是温庭鹤背后的靠山。当初正是他点了温庭鹤南下治水。慎王随意地抬了抬扇子，示意我平身。谢将军长本事了，强抢朝廷命官的家眷，怎么是觉得你谢家的军功大得过王法了？谢言不敢接话，只得悻悻离去。慎王啪一下打开折扇，坐到太师椅上，一双含笑的桃花眼望着我。温夫人怎么会和谢将军扯上干系？在慎王面前，我不敢隐瞒，将过往一五一十地说了。慎王惊掉下巴，猛地一拍扶手，原来令谢言发狂的女子竟是你。他绕着我转了2圈，扇柄轻敲掌心，眉飞色舞地说道：你怕是不知，自从你病故后，侯府乱了好一阵。姜氏非说你得的是议政，当天就烧了。谢言为此大闹一场，非要以正妻之礼为你办丧事。姜氏骗他说你的骨灰已撒入江中，他便派人去江边挖了半个月的河泥，还让你3岁的儿子日日对着你的牌位磕头，孩子吓得夜夜啼哭呢。慎王殿下的话怕是夸张了，谢言那样的人怎会为我疯魔？送走慎王后，我整日心神恍惚。温庭鹤回来时，我仍已窗出神。他自后环住我，下颌轻抵我发顶。在想白天的事，什么都瞒不过他。我迟疑片刻，终是开口：我与谢言之事，可会影响你的前程？我本就出身寒微，对他仕途无半分注意，如今却因我的缘故，让他平白得罪手握兵权的谢言。倘若我真的连累他前程，那我还不如自请下堂。他沉默了片刻，忽然轻笑一声：我有夫人足矣，要前途做什么？我脸上一热，忍不住转过身，嗔道：说正事呢。他勾了勾我鬓边的碎发：陛下圣明，朝中自有法度。谢言这些年仗着军功骄横惯了，圣上早有不满。何况你夫君我最近刚办结了漕运的案子，胜券正隆，他奈何不了我，实在不行。温庭鹤换上一副委屈的表情：为夫明日就去金銮殿上哭一状，告他威武将军恃强凌弱，光天化日抢我娘子。我扑哧一声笑出来，他眼底染上深沉的墨色，笑意渐深。现在还有正事吗？他忽然弯腰，一把将我横抱起来，大步就往卧房走。床帐摇晃，我意识昏沉，忽然想起与温庭鹤成婚前的事。那年我逃到江南，正逢温庭鹤在江南治水，管家招募府中婢女，要求不高，只需会做一道京中的糕点紫米糕，当地无人知晓，而我恰巧会做。听说当时有许多爱慕温大人的姑娘都想进府，管家为了避免麻烦，才挑中了我这个又会做紫米糕又死了男人的寡妇。直到一次温庭鹤在江边勘察，不慎失足落水，我没有丝毫犹豫，纵身跃入。在冰冷的江水里，我找到他时，他已呛水昏沉，我只得将温热的气息渡入他口中，拼了命才将他拖上岸。自那之后，我处处避着他，连送紫米糕都由他人代劳。温庭鹤却将我堵在书房，眼底是翻涌的暗流。你在躲我？我慌乱道：大人是君子，当知礼数。他俯身，气息将我尽数包裹，
你教我该如何守礼。我每夜闭眼，都是你在我怀里肚气的模样。我心乱如麻，只道，可我是寡妇。温庭鹤目光灼热，那又如何？我只知道，我心悦于你。我只问你，可愿与我共度余生？有一种男女之间的吸引，无关阶级、年纪、感情，是身体先于理智的靠近。我垂手，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，终究是点了点头。那日后，谢岩不再来温府，而是每日申时亲自带着角儿出现在我们府邸对面街角的茶楼。他就坐在2楼的窗边，点一壶茶，几碟糕点。我但凡登上府中的望月楼，便能看见他们。小珍珠日日跟着我，好奇地问：娘亲，我们又来望月楼看风景吗？我摸了摸她的头，声音有些发涩。好没意思，娘亲自己看吧，珍珠去花园抓小鸟了。我只能让嬷嬷看紧她，独自一人留在高楼。我看谢岩教角执笔，看角儿因写不好字而苦着脸，又被谢岩训斥。隔着一条街，像隔着一生，这般无声的凌迟，日复一日，直到一件带着暖意的外衣轻轻披在了我的身上。若想见，便去见吧。我正然回首，温庭鹤目光温柔而坚定。我来安排，定保你周全。温庭鹤很快求了慎王妃，安排了一场赏花宴，邀请了江西梅和谢绝。隔着假山，我看见了角儿，她穿着玄色锦袍，跟在江西梅身后，眉宇间满是与年龄不符的阴郁。席间，侍女不小心将酒水洒到谢绝身上，奴婢该死。前头暖阁里备有干净的衣裳，奴婢这就带您去换。当房门被推开时，我几乎忘记了呼吸。侍女悄然退下，暖阁内只剩我们母子2人。谢绝抬眸看我，瞬间愣住，那双酷似谢岩的眼睛里翻涌着震惊、困惑。是你？话里的人？你没死？我喉头哽咽，踉跄上前，角儿娘，住口！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他厉声打断。你不准叫我名字，你不是我娘，我娘死了，死了很多年了，坟头的草都长高了，你是骗子！我伸向他的手，就那么顿在了半空中。他憋红了脸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天下哪有不要自己孩儿的母亲？既然不要我，现在又出现做什么？他转身就要冲出去，慌乱间撞翻了案几上的青瓷香炉。当心！我怕他被碎瓷伤到，急忙去拉，他却猛地将我推开。我猝不及防，向后摔倒在地，手掌不偏不倚，重重按在了一片锋利的碎瓷上，鲜血顿时蜿蜒而下。谢绝回头，瞳孔骤然紧缩，嘴唇颤了颤，最终什么话也没说，转身夺门而出。血还在流，心比手更疼。我定定地看着谢绝消失的方向，脑海里却浮现出他还是个奶娃娃时的模样。那时角儿刚满月，老侯夫人便要赶我出府，我抱着那团温软的小身子亲了又亲，才万般不舍地交给嬷嬷。没曾想不出3日，侯府的人又匆匆寻来，只因孩子离了我便哭闹不休，不吃不喝。1个月大的孩儿哭得几乎要断了气。说来也怪，角儿一到我怀里，便立刻止了哭，攥着我的手指沉沉睡去。老侯夫人疑心我在奶水里动了手脚，将我严密监视了1月，没发现任何异常，才终于承认是母子连心。就这样，我顶着乳娘的名义，又在侯府留了3年。角儿从小就是个省心的孩子，不爱生病，好哄极了，喂饱了就躺在摇篮里咯咯地笑，会伸出藕节一样的小手要我抱。我陪着他蹒跚学步，教他牙牙学语。冬去春来，直到谢岩带着江西梅回来，我踉跄着追了出去。宴席已散，江西梅站在王府大门口，神情倨傲地命令道：角儿，侍奉母亲登车。谢绝惨白着一张脸，掀开衣摆，在马车前跪了下来。江西梅抬脚就要往他背上踩，这是要把我的儿子当成人凳。我脑子一片空白，不假思索冲上前，一把将他撞开。江西梅惊叫着跌坐在地。
我趁机拉起角儿护在身后，他却怔了怔，嘴硬道：“谁要你多事？”江西梅从地上爬起来，看清是我后，眼中顿时迸出毒火。好啊，竟是你！你这个贱人，竟主动送上门来！他头上的珠钗歪了，满眼尖刻的怨毒。我今天就打死你！他从车夫手里夺过马鞭，扬手就朝我们抽来。还是角儿反应快，拉着我就往门内躲。慎王妃闻声赶来，厉声喝止：“江夫人，这是要在我府上行凶！”江西梅怒火滔天：“这是我永安侯府的家事，王妃还是不要插手的好。好一个侯府的家事！”慎王妃气笑了：“再敢放肆，本王妃便将你绑了，亲自送进宫里，让陛下来评评理。”王府侍卫刀光出鞘，江西梅的嚣张气焰不得不强行压下去。他恨恨瞪了我一眼：“你给我等着，咱们走着瞧。”我决定先带角儿回温府。马车里，角儿低着头，执拗地看着自己的鞋尖。我掌心的伤口还在丝丝的疼，血已经浸透了袖口的布料。我拿出车内的备用药，准备处理一下。他忽然用细弱蚊蝇的声音说了句：“对不起。”我正倒着药粉的手顿住了。他又说了一遍：“刚才推了你。”我心间一酸，立刻摇头：“没关系，我知道角儿不是故意的。”他垂着头喃喃道：“方才在暖阁中，是孩儿没想明白，娘亲既然来寻我，必定是惦念着我。嫡母那般性子，想来娘亲在侯府时，定是受尽委屈。”我心头一酸，他小小年纪，竟如此通透。谢绝从我手里拿过药瓶和纱布：“我来给您上药。”马车骤然一停，车外传来护卫的怒喝声与刀剑相击之音。我正要开口询问，车帘突然被人从外面一刀划开，一个蒙着面的黑衣人举剑向我刺来。我来不及多想，将角儿死死按在身下。预想中的刺痛并未传来，只听当啷一声，是兵刃被击落的声音。车外传来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声音，急切地喊着：“尹娘！”温庭鹤一刀刺穿刺客心脏，侍卫们合力上前，将剩下的行凶者当场抓获。为首的侍卫查看了刺客的特征，拱手禀报：“大人，这些应是江家军的人。”温庭鹤将我扶起，惊魂未定地打量我是否受伤。我这才知他在府中察觉我晚归，心中不安，便立刻带家丁赶了过来，不想正好遇上。侯府正厅，慎王端坐主位，谢言立于一旁，面色铁青。几个刺客跪在堂下，一言不发。江西梅脸上没有半分惧色，只道：“夫君，你信他们，还是信我？我若真要对付苏尹娘，怎会蠢到用自家的兵？这不是明摆着把刀柄送到人手上，让人来栽赃陷害吗？”我听着他的话，只觉得荒谬。我一个内宅妇人，有什么本事能调动江家军去陷害江家的大小姐？这么简单就能想明白的道理，谢言会不懂吗？可他还是选择了偏袒。此事疑点重重，我会彻查。你先回房吧。角儿受惊了，先送去护国寺，交由怀远大师照料几日，静静心。我心一揪，跪在了慎王面前，求慎王做主，在事情没查明之前，让我将角儿带回温府照料。谢言却气得冷笑：“温夫人与我非亲非故。”他咬中这几个字，凭什么来照料我？我被他堵得哑口无言。谢绝却突然下跪，撩起了自己的衣袖和下摆，细瘦的臂腿间青紫交叠，伤痕累累。谢绝朝着慎王重重地磕了一个头，求王爷为角儿做主。嫡母时常虐打角儿，角儿不愿再留在侯府，求王爷允角儿去到温大人府中暂住。谢言的脸一瞬间没了血色，他看着那些伤，声音都在发抖：“这主母打你，为何不早说？”谢绝抿了抿唇，倔强道：“父亲何曾关心过孩儿？孩儿找过父亲一次，父亲只说嫡母管教天经地义，是孩儿不孝，受罚是应该的。慎王做主，我终是带着角儿回了温府。那日的事，到底还是传了出去。京城的茶楼酒肆里，一夜之间便有了新的谈资。听说那威武将军的夫人
不仅苛待嫡子，手段狠厉，还说他善妒成性，曾因谢将军多看了一个婢女一眼，便将人活活打死，扔出了府，墙倒众人推。就连他当年那点引以为傲的军功都被翻了出来，质疑是偷了旁人的功劳。当今圣上推崇德治，更看重世家大族宗主母的品行。嫡母心胸如此狭隘，实在是有失身份，为世人所不齿。外头的风言风语，我无心理会。我只庆幸觉儿终于暂时回到了我身边。我为他擦洗身子，指腹划过他身上那些深浅不一的疤痕，心脏一阵阵地抽痛。若老侯夫人还在，断不会允许旁人如此作践他的亲孙儿。只不过2年前听闻老侯夫人病逝，如今的永安侯府早已是江西梅的天下。想到觉儿日活在江西梅的搓磨之下，我心里便难受得紧。所以谢言几次登门，我都谢绝见客。午后，谢绝推着秋千，小珍珠咯咯笑：“哥哥，再高一点，再高就能摸到云朵了。”谢绝声音带着一丝自己都未察觉的宠溺。笨蛋，云那么高，怎么摸得到？我正看得出神，嬷嬷走过来，低声禀报：“夫人，谢夫人派人送了拜帖来，想约您一叙。”我看着拜帖，只觉得蹊跷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不安好心，可帖子里的措辞却又十分恳切。事关觉儿，我不能一直躲着。我若想将她长久留在身边，终究避不开与江西梅这一面。思量再三，我终究应下，回了信，地点定在人来人往的月仙楼，并差人告知了谢言。想着众目睽睽之下，我再带上些许侍卫，他也耍不出什么花招。月仙楼雅间内，江西梅早已等候多时，见我带着觉儿进来，他勉强一笑：“妹妹来了。”夫人这一声妹妹，尹娘担待不起。我开门见山，我今日来只为商议觉儿的抚养之事。他眼中怒火一闪，却又强行压下，脸上挤出一个扭曲的笑：“妹妹说笑了，你若肯回将军府，觉儿自然记到你名下。他为我斟茶，姐姐先敬妹妹一杯，全当赔罪。”我并未多想，伸手去端那杯茶。母亲别喝。觉儿突然挥袖，茶盏应声落地，滚烫的茶水泼洒在花梨木的桌腿上，那被茶水浸染的木头竟瞬间变得焦黑。我惊出一身冷汗，这茶里竟有毒！好一招去母瘤子，届时江西梅再嫁祸给茶楼，便可撇得一干二净。觉儿死死盯着江西梅：“我院内的刘姐姐就是喝了你的茶死的，只因父亲夸过她一句好看。这杯茶和那杯闻起来味道一模一样。”江西梅血色尽失，气到失语：“你胡说！我杀了你这个小杂种，你们一起去死！”他计划败露，气急败坏，拔出腰间的佩剑，直指着我们母子。砰！我们身侧的屏风被人一脚踹翻。谢言面色铁青，一剑挑开江西梅的剑，暴怒质问道：“毒妇，你要杀谁？”江西梅目眦欲裂，大笑起来：“我杀他一回，还怕杀他第二回吗？”谢言脸色一寸寸变得惨白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我说。江西梅笑得癫狂，眼中却淬着毒。当初我就该一剑捅死他。下什么毒酒，平白让他多活这些年。你给尹娘下过毒酒？谢言的声音都在发抖，他像是第一次认识眼前的女人，厉声质问：“你为何心胸如此狭隘？”我早说过，尹娘不过是侯府买来的留种娘子，根本碍不着你。碍不着我？江西梅泪如雨下，似哭似笑：“谢言，只要是你的女人，就都该死。试问天底下有哪个女人愿意和别人分享自己心爱的男人？”他忽然用剑尖指向我：“你问问他，可愿将温庭鹤分一半给别人？”我拉着觉儿，下意识后退了一步。江西梅笑得比哭还难看，他转回头看着谢言，字字泣血：“早在边关，你就在骗我！我一个黄花大闺女，瞒着家里把身子给了你。我在父亲面前说尽你的好话，求父亲把最精锐的部队划到你的麾下，甚至为你孤身去偷敌军的兵防图。你以为你的那些赫赫战功是怎么来的？是我江西梅一点一点为你铺出来的路。
他指着我身边的角儿，声音凄厉：“可你呢？早就有女人，有孩子。”我日日夜夜看着这个杂种，心里就不痛快。若不是为了你挡箭伤了身子，我也可以有自己的孩子。说到底，这杂种和我又有什么关系？我捂住了角儿的耳朵。谢言怒喝：“这不是你谋害尹娘、虐待我儿的理由，那又如何？”江西梅笑得癫狂，我就要杀光他们，杀光所有碍了我眼的贱人。你……谢言的理智崩断，他揪住他的衣领，将他狠狠灌在墙上。江西梅岂肯示弱，反手一肘重击他肋下。二人皆是自幼习武，此刻动起手来，招招狠厉，全无半分夫妻情面。他们从雅间破窗而出，竟一路厮杀至长街，直到侍卫拼死阻拦，才将二人分开。最终，负伤的江西梅被强行架上马车，谢言也伤得不轻，身上好几处带血的伤。我牵着角儿，想从后门上马车离开，他衣衫凌乱，撑着墙壁，气息不稳地拦在了我们面前。尹娘，他开口，说我对不住你，也对不住角儿。他满是不解，我原以为梅儿只是性子骄纵些，但性子还是直爽活泼的，不知何时他竟成了这般狠毒的模样。我懒得听他辩解，侧身避开。他抓住我的衣角：“别走！”我厌恶道：“让开，我会与他和离。”他急急地道：“我立刻就和离书。侯府主母的位置，我给你。你若愿意，温家那个女儿，我也可以记在名下，日后便是永安侯府的嫡小姐。”侯府主母，我从未肖想过那么高的位置，从前没有，如今更不想要。我摇头。4年前，我求的只是能以乳母的身份陪着角儿。你说我身份卑贱，不配。你说江西梅会待他好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。可他满身是伤。你的主母之位，我不稀罕。你连自己的儿子都护不住，你不配当他的父亲。我顿了顿，声音里没有半分情绪。你也负了江西梅，他为你疯魔，为你耗尽一生，你又给过他什么？谢言，我看着他失去血色的脸。你不配当丈夫，更不配当一个男人。休沐日，温庭鹤教2个孩子识字，小珍珠坐不住，写了2个字，便嚷嚷着要去抓蝴蝶。角儿却做得笔直，一笔一画，写得格外认真。他看着温庭鹤，眼里都是崇拜。温庭鹤只疑惑，谢觉也到了开蒙的年纪，为何没有入私塾？谢觉有些失落，父亲只让我练武。嫡母说，男子汉读那么多书，难道想当个酸腐书生吗？温庭鹤笑了笑，问他，那角儿自己想读书，还是想练武？角儿想了想，认真的答，我想读书。夜里，我们躺在床上，温庭鹤忽然开口，谢觉毕竟是永安侯府的世子，你心中可有长远打算？我身子一僵，心中那根不安的弦又被拨动。温庭鹤终究是介意的，他似乎察觉到我的僵硬，将我搂得更紧了些。他一直和我们住一起，也不是办法。我心一紧。他继续道，不如我们寻个由头，回江南去。我上书给陛下，就说世子年幼，需在外增长见闻，跟在我身边历练几年。你说陛下会不会准？我愣愣地看着他，眼中发热。夫君，你待我如此好。他勾唇一笑，咬了咬我的耳垂，指尖挑开我腰间系带。那夫人该如何报答？江西梅始终不肯和离，与谢言大打出手，2人将整个将军府砸得一片狼藉。一人断了肋骨，一人伤了眼睛的消息，第2日便传遍了京城。最终还是将老将军看不下去，亲自上了折子，求陛下恩准，允2人和离。陛下准了。不出半月，北京战事又起，谢言主动请缨，远赴边关。临走前，他来了一趟温府，见一见角儿。他蹲下身，想摸一摸角儿的头，手伸到一半，却又停住了。父子俩相对无言，站了许久。最终，他从怀里摸出一枚传家玉佩，塞进角儿手里，声音嘶哑：“好好听你母亲和温大人的话。”谢言走时，眼眶是红的。1年后，北境传来捷报，
蛮人被彻底击退。可谢岩没能回来，他在一场大战中数箭穿心，战死沙场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江西梅听闻谢岩的死讯，一夜之间疯了，时常穿着一身嫁衣，在院子里痴痴地笑。3年后，我们举家迁回江南，菊儿长成了翩翩少年郎，学问做得极好，性子也开朗了许多。小珍珠也总爱跟在他身后，像个小尾巴。江南的冬日难得下起了雪，温庭鹤正牵着2个孩子在院子里堆雪人，笑声传出很远。我坐在窗边，手里正为他们缝制过冬的棉衣，看着院中那3个身影，只觉得前尘往事真像一场遥远的大梦。一朝梦醒，炉火温热，枝儿含笑，良人安在，万事皆好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